你追着钱跑的时候，钱躲着你；你停下来的时候，钱却开始追着你跑。楞严经中有句话，心能转物，即同如来。很多人读过这句经文，却不知道它藏着一个关于财富最大的秘密。这世上真正富足的人，从来不是追着钱跑的人，而是懂得调整自己频率，让钱主动流向他们的人。我今天要跟你分享的，不是那些教你如何努力赚钱的方法，那些你听过太多了。我要告诉你的是一个被现代人遗忘了几百年的古老智慧。钱是有灵性的。你可能觉得这听起来很玄，但请你先听我说完。在古代的佛教寺院里，那些真正有修为的高僧，他们从不为钱财烦恼，甚至从不主动向人募款。可是寺院的香火却总是最旺的，供养也源源不断的来。这不是偶然，也不是运气，而是他们掌握了一个秘密。他们懂得如何与财富的能量共振。我知道你现在心里有很多问号，什么是财富的频率？怎么可能不努力就有钱？这听起来是不是太不切实际了？先别急着下结论，我待会儿要跟你讲一个真实的故事。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就跟你我一样，是个在都市里打拼的普通人。他曾经也不相信这些，直到有一天，他的人生彻底改变了。在佛经里，释迦牟尼佛说过，一切法从心想生。你的念头创造了你的世界，包括你的财富状况。很多人拼命想要赚钱，可是他们内心深处的频率却在推开财富。就像你越是紧紧抓住沙子，沙子流失的越快，财富也是一样的道理。在佛学智慧中，财富从不是偶然馈赠或投机所得，而是福报的显化、能量的匹配、心性的投射。很多人以为学佛就要看淡金钱，远离财富，这是最大的曲解。真正的佛学不反对财富，反而教导我们如何正确看待、获得、运用财富，让财富成为滋养生命、成就他人、圆满自我的工具，而非被财富捆绑、被欲望吞噬。我今天要揭开的这个秘密，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。它不是什么复杂的理论，也不需要你花大钱去上什么课程，它其实一直都在那里。在佛法的智慧里，在宇宙运行的规律里，只是我们被现代生活蒙蔽了双眼，忘记了这个最根本的真相。如果你现在正为钱烦恼，如果你总觉得自己再怎么努力都留不住钱，如果你想知道那些真正富有的人到底掌握了什么秘密，那么请你一定要把这个视频看完，因为接下来我要说的每一句话都可能改变你对财富的认知，甚至改变你的整个人生。在你继续往下看之前，请在评论区写下财源广进，心性通透。这是一个宣誓，一个向宇宙表达你已经准备好改变的讯号。准备好了吗？那我们就开始吧。有个人叫阿杰，他在一家公司做了10年的业务，按理说应该早就升职加薪了，可是他始终在原地踏步。不是他不够努力，事实上他可能是公司里最认真的那个，每天加班到很晚，假日也在跑客户，可是钱就是存不下来，赚多少花多少，有时候甚至还不够用。他常常觉得奇怪，为什么有些人看起来没有特别努力，生活却过得很富足，而他这么拼命，却总是在为钱发愁。他试过各种方法，看了无数理财的书，参加过很多课程，学了一堆投资技巧，可是状况还是没有改善。他开始怀疑，是不是自己命中注定就是劳碌命。那年冬天特别冷，阿杰又加班到深夜，走出公司大楼的时候，路上已经没什么人了。他裹紧外套，心里想着这个月的房租还差一点，信用卡账单又要来了，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
就在这时候，他看到路边坐着一个老人，穿得很单薄，面前放着一个破碗。说实话，阿杰自己都快养不活自己了，哪有余钱施舍别人？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那天他停下了脚步，也许是老人的眼神，也许是什么别的原因，他掏出皮夹，里面只剩下一张1000块。他犹豫了很久，最后还是把那张1000元大钞放进了碗里。老人抬起头看着他，眼神很清澈，完全不像一般的乞讨者。年轻人，你知道你刚刚做了什么吗？老人的声音很温和，但听起来有种说不出的力量。阿杰愣了一下，我只是给您一点钱。老人笑了，不，你做的不是给出，你是在打开一扇门。阿杰不太懂老人的意思，但他感觉这个老人不太一样。老人示意他坐下来，你为钱烦恼很久了吧？这话说中了阿杰的心事，他点点头。老人继续说，你知道为什么你越努力，钱越留不住吗？因为你一直在追着钱跑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也许问题不在于你不够努力，而在于你的频率不对。频率，阿杰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。老人说，万物皆有频率，包括钱。你现在的频率是什么？是恐惧，是焦虑，是匮乏。这种频率就像在对钱说滚开，你越想要，它越躲你。阿杰想反驳，但他发现自己确实每天都在担心钱不够用，总是觉得不够，不够，还是不够。老人站起身来，把碗里的钱都倒了出来，包括阿杰给的那1000块，全都还给了阿杰。我不需要这些，但你需要一个机会。如果你真的想知道钱的秘密，明天早上9点到城北的观音寺来找我。记住，如果你来了，你要准备好放下你以为对的所有观念。说完，老人转身就走了，消失在夜色里。阿杰站在原地，看着手里的钱，心里充满了困惑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那个老人是谁？他说的频率又是什么意思？那一夜，阿杰几乎没睡，他在想要不要去那个寺庙，这会不会是个骗局？可是老人把钱都还给他了，又能骗他什么呢？第二天一早，他还是决定去看看，反正他现在的状况也不可能更糟了，死马当活马医吧。观音寺在山腰上，不算太远，但也不近。阿杰爬了半个多小时的山路，气喘吁吁地到了寺门口。这座寺庙看起来很古老，但维护得很好，有种说不出的宁静感。他在寺里找了一圈，最后在大殿后面的一个小院子里看到了昨晚那个老人。但让阿杰震惊的是，老人穿着整齐的僧袍，正在打坐，旁边有个年轻的僧人恭敬地站着。看到阿杰来了，老人睁开眼睛，脸上带着微笑。你来了，我看你还是放不下心里的疑问。阿杰有点尴尬，您是这里的师傅？老人点点头，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昨晚愿意把最后的1000块给出去，这说明你心里还有一线光，就是这一线光可能改变你的命运。老人让阿杰坐下，开始说起一个故事。在唐朝的时候，有个叫慧能的僧人，他本来是个目不识丁的樵夫。有一天，他听到有人念《金刚经》里的一句话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他当下就开悟了。后来他成为了禅宗6祖，影响了无数人。你知道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是什么意思吗？老人看着阿杰，阿杰摇摇头。老人继续说，简单来说就是不要执着，但也不是什么都不做，你要做该做的事，但心不要粘在上面。这个道理用在钱上，就是你要工作，要赚钱，但你不能让心被钱绑架，可是不执着钱，钱怎么会来呢？阿杰还是不太懂。老人笑了，这就是你一直困住的地方。你以为抓得越紧，得到的越多，其实恰恰相反。让我问你，你紧紧抓住的是什么？是对失去的恐惧。
是对不够的焦虑。这种能量就像一道墙，把财富都挡在外面了。老人带阿杰走到院子里，指着一棵树说：你看这棵树，它需要追着阳光跑吗？它需要拼命抓住空气吗？不需要，它只要扎好根，向上生长，阳光自然照到它，空气自然流过它。财富也是一样的道理，当你的根扎对了，频率调对了，财富自然就来了。那怎么调频率呢？阿杰急切地问。老人说：这个急不得，我先要让你明白什么是错误的频率。老人让阿杰闭上眼睛，回想自己平常对钱的态度。阿杰闭上眼睛，画面一幕幕浮现，看到账单时的紧张，花钱时的心疼，看到别人有钱时的羡慕嫉妒，担心钱不够用的焦虑。感受到了吗？老人的声音传来，这就是匮乏的频率。你每天都在发送这种频率，就像在对宇宙说：我不够，我缺钱，我很穷。宇宙就会回应你。好，那就让你继续不够吧。阿杰睁开眼睛，突然有点明白了，那正确的频率是什么？老人说，是感恩，是喜悦，是富足。但这不是装出来的，而是真心感受到的。你现在不可能一下子就感受到，所以我要先帮你清理掉那些堵塞。老人带阿杰进了大殿，让他跪在佛像前。你现在什么都不要想，就是诚心的忏悔，不是忏悔做错了什么事，而是忏悔你对钱的那些扭曲的念头。每一次的贪婪，每一次的恐惧，每一次的抱怨，都向宇宙发送了错误的讯息。阿杰照着做了。一开始他觉得有点傻，但慢慢的他发现自己的心开始平静下来，那些平常压在心头的重担好像轻了一点。跪了不知道多久，老人让他起来。第一步做完了，接下来我要告诉你一个真正的秘密。老人带阿杰到一个净室里，给他倒了杯茶。你知道佛教里最强调什么吗？布施。但很多人误会了布施的意思，以为是要你把钱都给出去，让你变穷。其实不是的，真正的布施是一种能量的流动。你想想看，水为什么不会臭？因为它流动。钱也是一样，它需要流动。你把钱抓得死死的，它就变成死水了。但你如果让它流动起来，它就会带来更多的流动。老人说得很慢，让阿杰能够消化。我给你讲个故事吧。老人靠在椅背上，在宋朝的时候，有个商人叫王居士，他很会做生意，赚了很多钱，但他有个习惯，每次赚到钱，他一定会拿出一部分来布施。有人问他，你已经这么有钱了，为什么还要布施？他说，正因为我会布施，所以我才有钱。这个王居士后来遇到一个高僧，跟他说了一个道理。高僧说，钱就像是能量的一种形式，你给出去的时候，如果你心里是快乐的，是感恩的，是富足的，那么这个频率就会回到你身上。宇宙会认为你是一个富足的人，就会给你更多富足的机会。但如果你给的时候心不甘情不愿，或者你是因为恐惧才给，那就没用了，因为你发出的还是匮乏的频率。老人看着阿杰，你昨晚给我那1000块，虽然你自己也缺钱，但你心里是真心想帮助的。那个瞬间，你的频率对了。阿杰似懂非懂地点点头。老人继续说，现在我教你一个方法。从今天开始，每天早上醒来，第一件事不是看手机，而是闭上眼睛，感受你已经拥有的一切。你有健康的身体，你有地方住，你有工作，你能呼吸，你还活着。感受这些真心的感恩，然后想象你的生活已经很富足了。不是想着我要有钱，而是想着我已经很富足了。感受那种感觉，让那种感觉充满你的整个身体，这个叫做频率对齐。第二，每天至少做1次布施，不一定是钱，可以是帮助别人，可以是给别人一个微笑，可以是分享一个好消息。重点是
你给的时候要快乐，要感觉你是一个富足的人，所以你能够给予。第三，每次花钱的时候改变你的念头，不要想我又要失去钱了，而是想我在让能量流动，或者我在创造更多流动的机会。你要感谢钱来到你身边，也感谢钱离开的时候帮你完成了一些事情。阿杰觉得这些听起来都很简单，但他还是有疑问，师父，这样真的会有用吗？我的意思是，我还是得去工作，去赚钱啊。老人笑了，当然要工作，要赚钱。我不是叫你什么都不做，我是要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，心的状态不一样了。你以前是带着匮乏和恐惧在做事，现在是带着富足和信任在做事，这个差别很大。你想想看，两个人做同样的工作，一个人心里充满焦虑，总是担心不够，另一个人心里很平静，相信一切都会刚刚好。你觉得哪个人会做得更好？哪个人会遇到更多机会？能量不同，吸引来的也就不同。阿杰开始有点明白了。老人说，你回去试试看，持续做1个月。如果1个月后你觉得没有任何改变，你再来找我。但记住，不要天天期待什么神奇的事情发生，那又是执着了。你就是去做，轻松的做，快乐的做。那天下山的时候，阿杰的心情很复杂，他不知道这些方法到底有没有用，但他决定试试看，反正也没什么损失。第1个礼拜，阿杰照着老人说的去做，每天早上感恩，感受富足，做布施，但他没有感觉到什么不同。他的工作还是一样，钱的状况也没有改变，他开始有点怀疑了。但第2个礼拜，有些小小的变化开始发生，他发现自己没有那么焦虑了，以前他总是紧绷绷的，现在好像轻松了一点。工作上也是，虽然还是很忙，但他不会像以前那样觉得压力大到快窒息。第3个礼拜，一个意外的机会来了，公司来了一个新客户，需要人负责。本来这种机会轮不到阿杰，但负责的同事刚好请假，主管就把这个案子交给了他。阿杰把这个案子做得很好，客户很满意，还介绍了其他客户给他。1个月后，阿杰的业绩明显提升了，不只是钱多了，更重要的是，他发现自己的状态完全不一样了。他不再那么害怕失去，不再那么紧绷。钱来了他感恩，钱走了他也不会心疼得要命。最神奇的是，当他不再那么执着的时候，钱好像反而留得住了。阿杰又去了一趟观音寺，老人看到他，笑着说，我看你的气色好多了。阿杰兴奋地分享了这1个月的经历。老人点点头，你开始理解了，但这只是开始，你还要继续深入。我现在要告诉你更深的道理。老人的表情变得严肃了一点。你知道为什么有些人很有钱，但还是不快乐吗？因为他们有了钱，但频率还是错的。他们害怕失去，所以更加紧抓，结果活得更累。真正的富足，不是银行里有多少数字，而是你内心的那种感觉。当你内心真的富足了，外在的财富只是一个自然的显化而已。所以佛法说，要先富心，才能富命。你现在做得不错了，但我要你再进一步，开始关照你的每一个念头。每当你对钱起了贪念、恐惧、执着，你就停下来，告诉自己，我已经足够富足了。不是压抑那个念头，而是用更高的觉知去看见它，然后放下它。老人说，修行不是在山上才叫修行，在生活中，在你赚钱花钱的每一刻都是修行。你要练习的是在一切境界中都保持那个富足、感恩、喜悦的频率，这才是真正调频。阿杰认真地听着，他知道自己找到了一个真正的宝藏，不是黄金白银的宝藏，而是智慧的宝藏。这个智慧正在一点一点改变他的生命。又过了几个月，阿杰的生活彻底不一样了。他升职了，收入增加了，
但更重要的是，他内心的那种踏实和平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。他开始真正明白，钱不是追来的，是感应来的。当你的频率对了，该来的都会来。现在你应该明白了，阿杰的故事其实不只是一个故事，这是一个活生生的见证，证明了一个被我们遗忘太久的真相：钱真的是有灵性的，它会感应你的频率，然后决定靠近你还是远离你。很多人听到这里可能还是半信半疑，觉得这太玄了。但我要告诉你，这一点都不玄，这是宇宙最根本的运作规律。现代的量子物理学已经证实了，一切物质的本质都是能量和振动。你的思想、情绪、信念都在发射着频率，而这些频率就像磁铁一样，吸引着相同频率的事物来到你身边。佛陀在2500年前就告诉我们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你的心念创造了你的世界。如果你的心念是匮乏的，你就会体验到匮乏的世界；如果你的心念是富足的，你就会体验到富足的世界。这不是什么神秘主义，这是法则，就像地心引力一样真实。让我们更深入地来看看，到底什么在阻碍你与财富的连接。第一个障碍叫做匮乏意识。什么是匮乏意识？就是你总觉得不够，不管你有多少钱，你都觉得不够。你可能存了100万，但你还是担心不够退休；你可能月入10万，但你还是觉得焦虑。这种永远不够的感觉就是匮乏意识。这个意识从哪里来？很多时候是从小培养的。你的父母可能常说钱很难赚，我们家很穷，不要乱花钱。这些话不断重复，就在你的潜意识里种下了匮乏的种子。长大后，即使你的现实状况改善了，这个种子还在，持续影响着你对财富的感知。匮乏意识最大的问题就是它会让你看不见你已经拥有的，你的注意力永远放在你没有的东西上，于是宇宙就给你更多没有的体验。这就是为什么越觉得自己穷的人越会遇到让他花钱的事情。不是运气不好，是频率吸引的。第二个障碍是执着和贪求。很多人说，我想要有钱没有错啊，为什么这也是障碍？想要有钱当然没错，但问题在于执着这2个字。执着的意思是你紧紧抓住不放，你害怕失去，你的心被绑住了。佛经里讲，执着是苦的根源。为什么？因为执着的本质是恐惧。你执着钱是因为你害怕没有钱，你紧抓钱是因为你怕失去钱。这种恐惧的能量就像在对钱说，如果你离开我，我就完蛋了。这是一种很沉重、很紧绷的频率。钱感受到这种频率，反而会想逃走。你有没有这种经验？越是很想要的东西，越是得不到；越是很怕失去的东西，越是留不住。这就是执着的结果。相反的，当你放轻松，告诉自己有最好，没有也没关系，该来的反而都来了。这不是魔法，这是能量的运作。第三个障碍是焦虑和恐惧。现代人的生活充满了焦虑，担心工作不稳定，担心物价上涨，担心生病，担心老了没钱养老。这些担心不是没有道理，但问题是过度的焦虑会把你困住。焦虑的频率是非常低的。当你处在焦虑中，你的能量场是混乱的、收缩的。在这种状态下，你做出的决策往往也是错的。你会因为恐惧而抓错机会，会因为焦虑而错失良缘。更重要的是，焦虑的频率吸引来的是更多让你焦虑的事情。那么，什么是正确的频率呢？第一种是感恩的频率。感恩是一种非常高的振动频率。当你真心感恩的时候，你的心是打开的、扩展的。你在告诉宇宙，我看见了我拥有的一切，我很满足。很多人觉得我现在这么穷，有什么好感恩的？
这就是盲点所在。感恩不是等你有了才感恩，而是你先感恩你已经有的，然后会有更多值得感恩的事情来到你生命中。这个顺序不能颠倒。感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，就是把你的焦点从没有转移到拥有。你的焦点在哪里，能量就在哪里，显化就在哪里。如果你总是看着你没有的，你就会一直体验没有。但如果你看着你拥有的，感恩你拥有的，你就会体验到更多拥有。第二种频率是喜悦的频率。这里说的喜悦不是那种疯狂的兴奋，而是一种宁静的、持久的内在快乐。这种快乐不依赖外在的条件，是一种你自己就能创造的状态。你要明白一件事儿，快乐不是拥有了什么才快乐，而是你快乐了才会拥有。这又是一个被我们搞反的顺序。很多人想，等我有钱了，我就快乐了。但真相是，你快乐了，钱才会来。因为快乐的频率是高频的，它会吸引高频的事物，包括财富。怎么让自己快乐？不是去买东西，不是去享乐，那种快乐是短暂的。真正的快乐是你愿意在当下找到值得开心的事，可能是一杯好喝的茶，可能是一片美丽的云，可能是帮助了别人后的满足感。这种简单的快乐才是最有力量的。第三种频率是信任的频率，这个最难，但也最重要。信任什么？信任宇宙会照顾你，信任该来的都会来，信任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很多人做不到信任，因为他们的人生经验告诉他们不能信任。他们被伤害过，被欺骗过，被失望过，所以他们不敢再信任。但你要明白，不信任就像关上了门，把好的也挡在外面了。信任不是天真，不是什么都不做等着天上掉馅饼。信任是你做了该做的事之后，你放手，你不会一直担心结果。你知道你已经尽力了，剩下的就交给更大的力量去安排。这种放手的信任才会让奇迹发生。现在你明白了，调整频率不是什么玄之又玄的事情，它就是调整你的心念、你的情绪、你的信念。当你的内在频率从匮乏转向富足，从恐惧转向信任，从抓取转向给予，你就对准了财富的频率。这时候钱不需要你追，它自然会找到你。好，理论说了这么多，现在来点实际的。你该怎么在日常生活中调整频率？我给你几个具体可行的方法。第一个方法叫做晨间富足冥想。每天早上醒来后，不要马上起床，也不要看手机，给自己5到10分钟的时间做一个简单的冥想。你可以坐着或躺着都行，闭上眼睛，先深呼吸几次，让自己放松下来，然后开始在心里感受富足。不是想我要有钱，而是感受我已经很富足了。想象你的生活已经是你理想中的样子，你住在喜欢的地方，做着喜欢的工作，和喜欢的人在一起，银行里有足够的存款。重点不是想象具体的数字或画面，而是感受那种富足、自由、安心的感觉，让这种感觉充满你的整个身体。感受它在你的胸口，在你的肚子，在你的每一个细胞里，停留在这种感觉中几分钟，让它真正渗透进你的身体。这个练习的目的是让你的潜意识记住这种感觉，然后在一整天中，你的潜意识会自动帮你吸引相应的事物。做完冥想后，对着镜子里的自己说一句话：我是富足的，我值得拥有美好的一切。不要小看这句话，当你真心说出来的时候，你就是在重新编程你的信念系统。第二个方法叫做布施的艺术。布施不一定要给钱，也不一定要给很多，重点是给的心态。每天至少做1次布施，可以是给路边的流浪猫一点食物，可以是帮同事买杯咖啡，可以是帮不认识的人开门，可以是给别人一个真诚的赞美，
关键是你给的时候要快乐，要感觉你是一个富足的人，所以你有能力给予。如果你给钱的时候心在滴血，那就不要给了，因为你发出的是匮乏的频率，宁可给少一点，但给得开心。有个很好的方法是准备一个布施基金，每个月固定拿出收入的1/10放进这个基金里，这笔钱专门用来布施，可以捐给需要的人，可以请朋友吃饭，可以买礼物送人。当你这样做的时候，你在告诉宇宙，我有能力给予，我很富裕。宇宙接收到这个讯息，就会给你更多可以给予的资源。第3个方法叫做金钱对话，这听起来可能有点奇怪，但确实有效。每次你花钱的时候，在心里跟钱说话。比如你付房租，不要想又要付这么多钱，而是说谢谢你给我一个温暖的家。你买菜，就说谢谢你滋养我的身体。你投资，就说谢谢你帮我创造更多流动。这个方法的目的是改变你对金钱的情绪连结。大部分人对金钱的情绪是负面的，焦虑、心疼、不舍，每次花钱都像在割肉。这种情绪会让钱想要离你远一点。但如果你改变这个情绪，把花钱变成一件感恩的事儿、快乐的事儿，钱就会喜欢跟你在一起。还有，每次收到钱的时候，也要真心的感谢。不管是薪水、奖金、退款，还是别人还你的钱，都要说谢谢你来到我身边，我很感恩。这样做，你在强化一个信念，我值得收到钱，钱喜欢来找我。第4个方法叫做能量清理。有时候我们累积了太多负面的能量，这些能量会阻碍财富流向我们，你需要定期清理这些能量。一个简单的方法是写下你对金钱所有的负面想法，比如钱很难赚，我不配有钱，有钱人都很贪婪，钱会让人变坏等等。把你能想到的都写下来，不要批判，就是写出来。写完后一条一条的看，问自己这是真的吗？然后把每一条都改写成正面的，比如钱很难赚改成钱可以以轻松的方式来到我身边，我不配有钱改成我值得拥有财富和丰盛。写完后把原来那张纸撕掉或烧掉，留下新的正面信念。另一个清理方法是泡盐水澡，在浴缸里放温水，加入海盐，泡个20分钟。泡的时候想象所有的负面能量都被盐水吸走了，流进下水道。这个方法在很多文化里都有，因为盐确实有净化能量的作用。如果没有浴缸，你也可以用海盐搓澡，效果类似。这些方法看起来很简单，但关键是持续做，不要做了2天没看到效果就放弃。频率的调整需要时间，就像你健身不可能练2天就有6块腹肌，给自己至少3个月的时间，每天都做这些练习，你会发现你的内在状态慢慢改变了。而当你的内在改变了，外在的财富状况也会跟着改变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，就是不要执着结果，这是最难的一点。因为你做这些就是想要改善财务状况，怎么可能不在意结果？但你要明白，越是紧盯着结果，越是得不到。这又回到了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的道理。你要做的是享受这个过程本身，享受每天早上的冥想，享受给予的快乐，享受跟金钱建立新关系的感觉。当你真正享受这个过程，不再焦急地等待改变，改变反而就发生了。这很反常识，但这就是宇宙运作的方式。说到这里，我希望你明白一件事，我今天分享的这些，不是要你迷信，不是要你什么都不做，等着钱从天上掉下来。该努力还是要努力，该工作还是要工作，该学习还是要学习。我要你做的是在做这些事的时候，改变你的心态和频率。外在的行动
很重要，但内在的频率更重要。两个人做同样的工作，内在频率不同，结果可能天差地别。一个人带着匮乏和焦虑工作，另一个人带着富足和信任工作，后者会吸引更多的机会，也会做出更好的决策。这不是运气，这是能量法则。钱确实是有灵性的，这个灵性不是说钱有生命，而是说钱作为一种能量会回应你的频率，你发出什么频率就会吸引什么。你发出匮乏就吸引匮乏，你发出富足就吸引富足，这是法则，不是神话。佛陀说过，外在的世界是内在世界的投射，你内心是什么样子，你的世界就是什么样子。如果你内心充满恐惧和不安，你的世界就会一直给你恐惧和不安的理由。但如果你内心充满信任和富足，你的世界就会显化出更多让你信任和富足的事物。这个道理2500年前佛陀就说了，你是宇宙能量场的一部分，你的每一个念头，每一个情绪都在影响着整个能量场，也影响着会流向你的事物。所以如果你真的想要改变你的财务状况，不要只是努力赚钱，要先调整你的频率。当你的频率对了，财富自然会来，而且来的方式可能是你完全想不到的，可能是一个突然的机会，可能是一个贵人的出现，可能是一个意外的收入。宇宙有1000种方式把财富送到你手上，但前提是你的频率要对。记住，富足是一种状态，不是一个数字。有些人银行里有1000万，却活得很贫穷，因为他们内心匮乏。有些人存款不多，却活得很富足，因为他们内心丰盛。真正的富有是内心的富有。当你内心真的富有了，外在的财富只是一个自然的结果而已。现在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，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，但我希望你认真想一想，如果明天你就拥有了你想要的所有财富，你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你会做什么？你会有什么感觉？想清楚了吗？那种感觉就是你要培养的频率。不要等到有了钱才去成为那样的人，才去有那样的感觉。现在就开始成为那样的人，现在就开始培养那样的感觉。这就是调频的秘密。你先成为，然后你就会拥有，不是你先拥有，然后才能成为。顺序不能错，这条路不容易，因为你要对抗你所有旧有的信念，要改变你常年累积的习性。但这条路值得，因为它不只会改变你的财务状况，它会改变你的整个人生。当你掌握了频率的秘密，你就掌握了创造的力量。不只是创造财富，而是创造你想要的任何生活。在你开始这个旅程之前，我想送你一句话，这是我从一位真正的修行者那里听来的：别去找钱，去找你自己。当你找到你自己，钱会来找你。什么是找到自己？就是找到那个内在富足、平静、喜悦的你，那个本来就完整、本来就丰盛的你。那个你一直都在，只是被太多的恐惧、太多的执着、太多的妄念盖住了。现在是时候把那些东西清理掉，让真正的你显现出来。当你显现了，一切都会不同。如果今天的分享对你有帮助，请在评论区写下你的感悟，写下你准备怎么开始调整你的频率，写下你的承诺。当你写下来的时候，你就是在向宇宙宣告你已经准备好改变了。也欢迎你分享这个视频给需要的人，也许你身边就有人正为钱烦恼，正需要听到这些。你的分享可能就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。最后我想说，财富只是人生的一部分，不是全部。真正重要的是你内在的成长，是你对生命的理解，是你能够感受到的喜悦和平静。当你拥有了这些，财富只是附带的礼物而已。
这个世界最大的富有，不是有很多钱，而是你的心自由了，你的心满足了，你的心快乐了，这才是真正的富足。而当你真的拥有了这种内在的富足，外在的一切，包括金钱，都会自然而然地流向你。现在，开始你的旅程吧。记住，你不是在追求什么，你只是在回到你本来的样子，那个本来就丰盛、本来就富足的你。祝福你，也祝福每一个看到这里的人。我们都值得拥有美好的一切，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宇宙的一部分，而宇宙是无限丰盛的。愿你调到正确的频率，愿财富主动找到你，愿你活出真正富足的人生。